哦，歡迎來到少主林的魔幻頻道。今天我們來玩 FM 新出的這一款橫炮，配件有4張不同的替換表情，錘子和鑿子。這一回感覺應該是用的電鍍漆，它不是那種鏡面的電鍍啊，金屬的質感還不錯。帶了這麼多透明特效件，我一開始還說啊，這麼多特效件肯定會有飛行背包吧，沒想到，應該是在姓秦的那裡還沒有還回來。好酒好玩，再見不難，加油！這俩其實是在車型狀態排氣筒上用的，剩下的一個插槍，一個插肩炮，一張信用卡材質的人物卡，說明書全彩印刷，這回变形指示還是比較詳細的。人形立正到头頂在16.7公分左右，不到17公分。老規矩，還是先对比人形的還原度，可以看到這一回的橫炮體型修的是真的厲害啊！首先胸口的缩胸機構以及身材的比例，腿部的長度，包括手臂的造型，腿部的这些細節，腳的大小，以及腿型上面的一些細節點綴，哇，這些地方做都是相當到位的。我把補光稍微往暗調一點，其實用肉眼看的話，小臂、腳丫子這些地方用的是那種帶點青紫色的效果，並不是純白，所以对比动畫片裡邊的這個顏色的還原度其實也是不錯的。側面造型，不論是腿部的形狀，還有在隱藏上邊的一些面板刻畫，哇，這一款也是非常的強，並且背包也是很薄的。平平整整的，幾乎零背包。背後來看，人物的造型細節這些做的都對。這一塊的車頂蓋顯得有一點大了，畢竟動畫裡的造型是一個不講理的質量轉換。肩炮位置左右各有插孔，所以想插哪邊都可以。來看一下頭雕的細節，這張臉做的可是真不錯呀，非常棒的一張正經的汽車人帥哥。而且整個的表面處理其實都是那種金屬的光澤感。頭部上抬這個位置做的是獨立的脖子分件，360度旋轉。缩胸這一塊的機構做的非常不錯啊，整個還原出來橫炮在人形狀態下應該有的那種曲線造型。腰腹部整個的一個構架，腋下肋部這裡也用面板把中間的空洞地方填充了起來，而且半隱藏的前輪放在這個位置，感覺非常棒。我很喜歡這種半隱藏輪子露着邊的設計啊，但很可惜，因为变形結構的關係，這個肩膀只能平舉到大概60-70度的樣子。360度旋轉，二頭肌旋轉在這個位置。這裡要注意啊，下方這裡有一個合金的鎖扣，我們要把它推下去鎖住。手肘彎曲一段關節也能折到120-130度，手腕360度旋轉，下3指連在一起的可動手，有設計獨立的彎腰關節，彎折的幅度很大，中間這裡全部都是合金的零件。腰部360度旋轉，這裡是齒輪關節。裙甲打開可以看到裡邊胯部的軸是靠前的，所以前踢齒輪關節可以踢到非常高。後踢的話，因為這一塊前裙甲的外托也能折到45度左右。側抬並沒有齒輪關節，但這個軸的支撐穩定性很不錯。大腿根部左右旋轉，膝蓋彎折90度沒有問題。腳踝前後活動，左右接地。並且它可以拉出一個很長的後腳跟，所以站立的支撐穩定性也很好。這一款人形可以說360度旋轉一下，基本上沒啥可挑的了，這個還原度太強了。唯一就是小臂正面這裡的面板上邊分件的線刻畫的比較明顯，其他的位置還真是不錯啊。那我們來看一下這一回的變形如何吧。老規矩，我個人喜歡先收納手臂，拳頭旋轉至掌心衝上。後邊這塊門板打開，接着把這一塊的車門整個給它卸開，把這塊的扣子撥鬆，根部這裡是一個雙段關節，給它拉出來，順着裡邊翻出窗戶和下方的三角區，把這一塊車門帶窗戶延展開，側面這裡的連接扣子把這兒撥開，下方這一塊面板對折過來縮進去。然後把拳頭旋轉180度藏好，拉起來看到二頭肌後方這裡的插銷，這個合金的鎖銷給它推下來，然後從這個縫隙旋轉180度，這樣就錯開了一個層次。好，這條胳膊先擺在一邊備用。來拆身體的部位，脖子這一塊頂着點，後腦勺往前推，前方這裡有一個折動的關節，我們邊往上提邊往前推。以這樣的一個力拖開以後，後腦勺這裡插着2個連接在一起的插扣，
把這裡打鬆之後，往起拉。注意這一塊它是2個插點，中间的合金方塊在这里，前方这里还有一个掛鈎，把這兒同時的撥開。2個中間其實是有一個搭點的，我們要先撥這一邊，再撥這一邊，翹起來。胸口下方有2個和白色零件連接的地方，把這裡拖鬆，然後整個胸口就可以延展拉出來。左右拉開，中間這裡有滑槽，腦袋我們先放一下，擱在這兒。現在我們把胸口整個炸開成車頭的位置，背包上邊左右打開這2片上邊的板子，然後邊緣這裡往內收，夾起來，這個位置要稍微往下掰一點點。把頂部的這一片夾成扁的，再從裡邊掏出來前機蓋，應該不算前機蓋啊，儲藏箱的蓋子。這個邊緣還有個小零件，90度給它立起來，延展出來以後，整個的車窗後面頂蓋對折的地方打開，再把這2塊反着挪過來，放在這裡。好。整個把它收到頂蓋的後面去。看一下輪子後方這裡有一個蓋板，90度把它撥開，中間這裡是合金的關節，邊緣這一塊再90度立起來。然後我們挪動這個肩膀的地方，把輪子騰出來角度，順着這裡邊旋轉一下，同時放下胳膊，挪一挪。轉過來之後，左右的2個搭扣，把這裡再找齊，給它拼上去。輪胎擺正，在這個滑槽下方有一個插扣，我們把這個邊折過去，下方的插扣對應鎖住。另外一邊從這個角度看一下，這一塊折出來，邊緣折開，然後肩膀往下放，先旋轉內圈，把這一塊拼過來，然後找一個角度旋轉。把這一塊再對上，扭正，上方這裡 Z 字折疊壓下去。然後是這一款的重點和難點來了，說明書在這個地方畫的還是非常詳細的，但是呢，也是因為靜態的畫面可能展示的比較籠統，不好理解吧。我們來研究一下，脖子這裡其實是一個雙段的關節，現在我們需要把它縮短。這個地方的軸 Z 字折疊一下，哎，變成這個樣子，讓面部貼在這個軸的那邊，然後再通過前方這裡的雙段關節往後搓動，腦袋落進中間合金的框子裡邊。其實現在是有一點夠不着的，問題出在哪兒呢？在下方這裡還有一個剛才我們提到的3段關節軸。下方的這一段我們要把它拉直，然後看到這兒有一個凹槽，把紅色的落下來，進行一個縮短，再配合剛才我們折過來的脖子的部位，哎，完全的壓合，檢查一下你變對了沒有，變到位，脖子後方的這塊紅色面板跟這紅色的軸是緊緊的貼在一起的，然後前方這裡的雙段關節是往後搓動的，這樣才能壓到一個更小的幅度，讓這一塊擴寬的蓋子蓋在它的上面。就是這麼一個位置關係啊。其實這裡邊主要是轉軸太多，第一個調整起來容易轉暈了，第二個前後的方向你要搞對順序，這個樣子才能緊緊的貼在一起。先不要扣合，我們把它大概齊的放位置，我們最難的地方已經過去了，下面就是一馬平川的腳部變形。腳後跟1段折疊，2段折疊，把它縮進去。它這一回小腿鎖定的正面、側面2塊面板中間的插扣是連接在輪毂上的。蘭博基尼輪毂上邊有5個洞，剛好利用起來，作為了2個插頭，這樣去固定，插的還是很緊的。第一次掰的時候小心一點，然後拉着裡邊多段關節的合金桿拉出來，這個不用關心怎麼去疊放啊，直接拉就行了。然後把這一塊拽出來一個滑道，
拉到頭，旋轉180度，再缩下去，相當於裡外翻了一個面兒，也是一個不錯的、很巧思的設計啊！非常簡單的一步操作，就可以把腿部轉彎過來，然後腳丫子往後折疊，順着這一塊關節收進去。這一塊的排氣筒90度再折出來，轉到內側這裡，這塊有一個作為喇叭褲撐開的角角，把這個邊緣對折放下來，後方這裡的剎車燈折起來。接着有一個蹺板的動作，捏後邊翹起來，前方這裡有一個夾着的扣子，我們把它鈎子90度折進去，收好。膝蓋這一塊收納的時候注意一下，說明書其實也有寫，你要先把這個腿部的關節折一個90度，順着裡邊的雙段關節合金軸往裡放，邊放邊順着這個角度挪一下，這個樣子就進去了。最後把外邊的這個蓋子拉回來，側面這裡的扣子对應鎖上。整條腿的变形還是比較簡單的，卸開這2個扣子，拉出來，順着這個地方的滑槽拉開，擰180度，合上去，腳尖翻過來，往內旋轉，排氣筒折出來，喇叭褲的3角邊對折放下去，尾翼剎車燈折出來，捏着點膝蓋，蹺板打開這一塊的掛鈎，把這個鈎子对折進去，鈎子完全縮好，膝蓋彎折，然後順着這個裡邊拐一下，把它捅進去，再把這個膝蓋記得還得歸位啊，掰直，把它縮到最裡面，外側這裡的多段關節再提回來，插扣結合鎖定。2條腿合併的時候注意，前方這裡是一個插樁，後方這裡有2段的燕尾鎖扣。所以我們先把這一塊插樁插進去，然後我們把這個位置扭動一下，因為是個圓樁嘛。這個時候錯開縫隙，把燕尾扣子對上，尾翼、引擎這裡都拼好，夹紧合在一起。扣合之前注意小腿的面板這裡有一個鎖扣，我們180度把它翻折出來，在這個位置，用它插袖口側面這裡。相當於是一個咬合的扣子啊，把這裡同時的对準，很緊的一個咬扣，給它咬進去，用點力把這2塊的咬扣都填滿。主要你前方這裡變形到位了，這一塊就剛好夠得着。再往回插頂蓋的時候，注意2塊肩膀上邊的板子，我們要插到這一塊面板的縫隙下面去，剛好在這裡邊有2個豎的方槽凹洞，把它插進去。上方這裡的2個鈎子頂蓋再往下壓，把這裡鎖平。在車窗的側面邊緣，這兒有2個豎着插下去的扣子，然後側面這裡又有左右插着的維度鎖定，前方這裡還有一個拼合的面板，所以這些地方要同時的進行。這一塊位置其實並不是很好鎖啊，因為它這一塊是活動的，很容易頂下去，尤其從側面插的時候。我們可以用手指頂在這個位置，給它施加一點力，掰過來，然後順着這個扣子給它插進去。這2邊咬緊之後，再把上方這裡壓瓷實。門是可以展開的，但是裡邊因為空間填得滿滿當當，所以不存在駕駛室了。雙關節往前搓動。扣合回来，這一塊的扣子和後方的扣子同時搭住，可以看到密合的縫隙，这些都对得特別的準。如果你變形到位的話，其實這些地方的精度是完全沒有問題的。變成車型長度在14公分左右，還可以把這個儲物箱打開。前方的大燈這裡邊刻畫的都是很精細的，側面這裡的轉向燈我們按一下。就可以把小跳燈翹起一個縫隙來，這樣就方便你用2個指甲摳着把跳燈揪出來。非常漂亮的一個車頭啊，細節做的也很多。
橡膠的輪胎、電鍍的輪毂，5個洞的這種效果有做出來，而且很巧妙的利用到後方輪毂5個洞作為了腿部鎖定的卡扣。底盤也是很規矩工整，填的滿滿當當，推車滾動非常的絲滑，因為很重嘛，合金的零件多，壓得特別穩。車尾燈這裡是用塗裝做出來的細節，但是對比動畫片的造型，好像並沒有這4個排氣筒啊。該有的一些車身比例刻畫細節，透明的車窗，所以是一種深藍色的感覺。当然，想象一下，如果它出这种动画配色，应该会把这个东西涂成淺藍色帶點白漆的那種賽璐珞2次元效果。掏出特效鍵，插在2個排氣筒上，這種唰跑車飛馳過去的感覺真的特別棒啊！屁股冒着火，呲呲呲就跑了。武器在車型下也能搭載啊，把這一塊旋轉過去，然後槍和肩炮。再通過這個鈎子夾在尾翼上，怎麼說呢？把武器強行掛在車的外面，這種搭載的方式，我個人不是很喜歡啊！我剛才還小心翼翼的，其實這兩邊借一下角度，把這個倒角讓過去，這前方的蓋子還是能開到挺大的。把玩了一圈下來，說一下感受吧。FM 的做工、用料、材質、塗裝這些水平，這都是第一梯隊的，在第三方的產品裡邊也是得到米友認證了，這個質感上面沒得說。變形的過程讓我意想不到，我一開始還擔心這一款會不會特別的複雜，但是沒想到其實它的變形結構邏輯還是非常清晰的。唯一的難點其實就是脖子、胸口這一塊多段關節軸的一個收納位置關係，你只要把這一塊理解通順了，什麼手臂啦、腿部的變形其實都是一碼平川的。人形的體型修得非常非常的棒，車型的還原度也超級高，並且加入了很多小的細節、晚點的設計。哇，可以說這一款各方面的素質都是奇高無比的。其實也就是看大家對於這個變形設計的結構接受度如何了。當然，如果你是一個嚴苛的記憶還原黨來說，哇，那這一款應該是目前市面上最強的產品了。雙形態的還原度特別的棒，而且在人形縮完胸以後，整個的身材比例，你就算把它放在你的 MP 團隊裡邊，也是那個最亮的仔，對吧？畢竟 MP12 出來多少年了，差不多也該洗牌了。那麼大家覺得這一次 FM 的橫炮做得如何呢？歡迎在評論和彈幕留下你的觀點。這一期咱們就玩到這兒吧。